哦，你看这里，这门上啊，好像是放着一个符吧？应该是辟邪用的吧？稍微慢一点，我们一个一个下去。哇，上面都在垮塌了，你看。哇哦，大家看，这个中庭啊，已经是杂草遍布了，而后面这里还能看到这些比较破旧的窗花吧。但是这样的雕刻呢，依然还算是比较的简约。而整个中庭啊，最显眼的就是我旁边的这个碉楼了。虽然你看它的外墙啊都已经泛黄，或者说是掉落了吧，但顶上的瞭望台啊还是保留的比较完整。而这种碉楼啊，在过去呢，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名字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好像当地的人啊，把它称作为川东鬼眼楼。怎么会是这个鬼名字？因为你看，这碉楼它还蛮高的，而且这里的地势啊，又是处于半山腰之间。像过去的那些家丁啊，或者说那些护卫吧，他们就拿着枪站在这个塔楼的顶上，然后随时监视着四周的一切。在外面的人看来，这不就像是那个鬼的眼睛一样，时时刻刻都盯着你吗？那不管是那些农民也好，还是那些土匪啊，都有可能下一个见阎王的就是他了。那这周围应该有很多孤魂野鬼了。那这就是他的命啊，没办法，因为毕竟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啊，宁愿是错杀人，也不要自己啊被干掉嘛。所以活下去保命啊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中间应该是没法过去了，我们再从这边看一下。那这里有非常长的一个长条凳椅，在过去应该可以坐10几个人吧。你这屋梁住处。现在就直接放在这个石头上面的。从这一边应该是没法进到那个碉楼，因为全部被杂草林挡住了。这边又是一个屋子，你先进去。嘿，有很多木条，房屋依然特别的高啊。哇哦，这一面就通出去了，好像是屋子坍塌了吧？打雷了！打雷了！看一下，哇，果然啊，你看上面变天了。那我们得抓紧一点。房子应该是坍塌了，有很多的木条。这边有个2板床，还有一些八仙桌。哦，你看这里，这门上啊，好像是放着一个符吧？应该是辟邪用的吧？辟邪啊！下面还写了人的名字。张必胜，好。哇，挂了一个符啊！这边是用木条啊挡住的。嘿，有人吗？打不开。去看这边。哇，房子啊，全部都已经坍塌了。你看这屋顶，那我们从这里啊走过去看一下。稍等一下，注意哦。好不好走？好走，看这里有窗户。这里啊特别的破败。
看上面的衣服啊，全部都已经掉落下来了。哇，又在打雷了，感觉要下暴雨了。下暴雨了。你看这里，你看，这屋顶都没了。这地方再过去应该是储藏间吧？你看还有老人的鞋，在那个地方，全部都已经坍塌了。你看上面的屋顶。那只床，现在悬在空中的。哇，这个雷打的好像有点凶哦。怎么突然就打雷了？来到这里啊，就开始打雷了。看来这房子啊，完全没有人在维护啊。那个地方就可以通到碉楼里面吧。不过现在这个碉楼啊，我感觉都已经差不多快坍塌了。看这里面，哇，里面的碉楼现在应该是坍塌了一半吧。而这一面，好像这一个碉楼啊，还稍微的比较的完好。来，我过去看一下，你稍微等我一下。小心点。好。那个窗，哇，上面已经在下雨了。哇，还好，哇，有问题吗？还好，掉下来以后，我现在就坐在这里了。这云台啊，好像都自动保护起来了。我切换一下，哦，刚才一不小心啊，哇，现在踩滑了。稍等一下，哎呀，直接坐在这上面了。Oh my god！ 什么鬼东西？怎么样？有惊无险。好。你看这一面啊，你说话都得稍微小声一点。这一面就是进入那个碉楼的房子吧？你听到什么声音啊？好像就是进入那个碉楼的那个门。来，大家看一下。你看这个门啊，就是进入碉楼的木门了。看上去真是蛮古老的，现在就是一把锁啊，把它锁住的。我感觉轻轻推一下，应该就开了。而你看这上面，这碉楼现在也就只有这一栋啊，好像保存的还稍稍完整一点吧。不过周围啊，就这样的一番景象了。现在雨啊，越下越大了。这边还有另外的一个房间，不过不好下去。刚才啊，我在那个地方踩滑了。而这个碉楼，因为它的空间啊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很大，所以很像是那种村民自发修建的。因为它里面的空间，我觉得最多也就是7、8个平方米，有没有？这里还有阶梯，看到了吗？这木阶梯，空间并不大。然后就从这个阶梯呢，可以这样走上去吧。它里面的过道呢，也应该是特别的狭窄吧。然后就可以通到最顶上的那个，就是瞭望塔吧。我现在什么都看不到。好，我得先走过去啊，也确实这里比较的危险。看看这一面，也是一些坍塌的房屋。上面这个碉楼，这个碉楼现在已经保存得非常的不好了。哇，听到了吗？里面好像还在掉落东西吧。好，我得先想办法过去。我把机器递给小思了，然后现在我得从这一面这样过去。小心点。
什么？是这裤子，哇！好吧，我们先得出去了。这我的一个木棒，我们先出去找一个地方啊，先避一下雨。稍微慢一点，我在前面开路。头稍微低一点。怎么样？哇，你看，这掉了。哎呀！那些外面啊，狂风暴雨，我们就在这个山间老宅啊，在这里躲雨，是不是？真是蛮诡异的。没想到刚才还晴空万里，一来到这里啊，竟然就是这样的一番景象。燕子碉楼。看来我们只有在这里啊，先稍微待一会儿了，哪里都没法走。该不会我们今天就被困在这里吧？好像是待不会垮吧？应该不会，毕竟有这么长的时间了。那是狂风暴雨，你知道吗？我开始啊，还以为这里有摄像头啊，哇！天哪，感觉要把这房子都塌垮。你站到这边来，它是这个水呀、直接从上面掉落下来。然后风一吹呢，哇，就全部淋到身上了。所以我们在屋里面躲一会儿。哎呀，没办法，这雨啊下太大了。我们只能先在这个屋檐底下坐着，稍稍歇息一下。等这个雨稍微小一点以后呢，我们再想办法撤离吧。不过来到这个地方啊，刚刚明明还是晴空万里，太阳这么厉害，我刚刚都说至少在40度以上，但没想到进到这个老宅啊，就狂风暴雨了。你知道让我联想到什么吗？什么？让我联想到了有一部电影叫做《山村老师》，你看里面的不会就从这里面出来吧？吓我一跳，什么东西？好像是还在掉落砖头啊，是不是？对，那边有动静。哇，刚刚那边还在掉落砖头啊，应该无大碍啊。不过你看，像这种古建筑啊、古碉楼啊，在过去的时候，特别是像川东地区或川渝地区啊，非常的多。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吗？应该是防土匪吧，因为站得高看得远嘛，为了保护自己。站得高看得远，保护自己啊，对，没错。虽然现在这个碉楼啊，它与我们的这种现代的楼房，你看动辄几十层甚至几百层这种高楼大厦没法相提并论，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在过去啊，这样的高度已经是很高了，而且它又是在这个半山腰之间，站得高看得远，视野特别的好，所以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防御的要塞。
但是呢，你看在那个清末民初的时候啊，社会应该是非常的动乱的，那个军阀混乱啊，各地民不聊生。你看当时那个社会啊，不知道有多么的动荡。其实过去啊，这种碉楼在巴渝这一带啊，非常的多。那据官方统计呢，这个大大小小的就至少超过有1000个以上了，有些还真是挺有故事的。不过也正是因为地理位置啊、碉楼的名气啊，还有地方政府的重视的程度等等这种诸多的因素吧，很多都修缮维护不佳啊，就像这样慢慢的消失了吧。所以每次看到这些古老的建筑的时候啊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一句非常经典的诗词吧，也就是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吧。前面一句是什么？前面一句是吗？我哪知道前面一句？我现在只是对着这个建筑抒发一下我的情感嘛。就是考考你，你不是个文学家吗？我哪变成文学家了？我又不是山寨诗人、山寨文学家，我只是这个借题发挥嘛。然后我想一想前面是什么？前面千里修书只为墙，让他3尺又何妨？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背你的背出来了，不错哦。3尺又何妨？让你3尺不过确实现在看它如今的这个古碉楼想想在过去呢，那何尝不是呢？当年的那些人说不定站在这个碉楼的顶上，望着远方感叹过世事无常呢。你想，人这一辈子再风光也敌不过时间。可现在谁还能记得他们的名字、他们的模样、他们的故事呢？也不知道还有剩多少时间留给这一座碉楼了吧？也许等待着的就是时间慢慢的洗礼吧。不过还好，至少今天我还是把它记录下来了。虽然没有进去拍得到，但是刚才已经是因为太危险，蛮危险的了。但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、感受一下这种古建筑的魅力吧。好吧，那这里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沙僧，我是小思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这个古民居的碉楼，那我们的旅行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刚才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，就我正在用无人机飞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雨稍微小一点呢，就正在飞的时候，突然从那个旁边它可能信号不是很好，一下就撞到旁边的那个墙壁，然后无人机呢，现在就掉到那个碉楼里面去了，所以我现在还只能又原路返回，然后从刚才进碉楼的那个门我就想办法进去，然后进去以后还看怎么上去，上去以后呢，才能捡到我们的无人机走。小心这个木板很滑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只能是从那个门进去以后，然后上到碉楼里面去寻找我们的飞机。走，稍等一会儿。你刚才我都没怎么用力，轻轻一推这门就垮了，说明它多么的不堪一击现在我得下去好，我这就进到碉楼了。你看，它这个阶梯看上去还是蛮不错的。来，慢一点。你看这里面，它
它这个里面啊，就这样的，也是阶梯，一直通上去，上面看上去还是不错吧。你就在下面这里等我哈，我上去看一下。好，你看，果然啊，它这里面非常的窄，是这种木阶梯。哇，木头，我得比较轻，也是过去的射击的地方。上面看上去还不错，哇，特别的狭窄啊！哇，这里开始在坍塌了，你看这地面。不过我想我们也快要到了。你看这上面。这样的，但我的无人机不知道掉在什么地方了，我得先看一下。啊，哇，你看这外面，哇，无人机在那个地方，看到了吗？卡在那个地方了。哎呀，啊，这如何是好？哇，那看来。我现在啊，必须得先找一个棒子，然后把它挑下来，在那个地方，看到了吗？哎，那挑下来的话，必须要把它接住。稍等一会儿啊，大家。你看我现在够不到啊，我现在只能让小施呢去帮我拿那个棒子。这里可以。哎，这个好像还挺长，对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啊。好，我就在上面等你啊，你稍微轻一点啊。这些竹条，这些。啊，对，长一点的，越长越好。对，尽量是有3、4米左右。对，可以。对，你上来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啊，因为我太重了，我怕下去的时候这个塌了。对，可不可以拿动？好。我直接递给你吧。可以递到吗？对，可以递给你。等一下啊。应该不可以。你看，这就是过去的射击孔，就从这里啊，可以看到底下，看到了吗？这边也有。以前这些人啊，就躲在这个里面，只要看着那些土匪来了以后啊，然后就射击。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条子啊拿到了，然后我就要把这个飞机呢，像这样把它挑下来。但挑下来的时候，我得蛮小心的。哇，应该无大碍。好，稍微慢一点，我们一个一个下去。哇，上面都在垮塌了，你看。来，你先下。太危险了。对，你先下，稍微注意安全啊，不能同时下。慢点啊，不要踩到那个第2格啊。它这个都垮塌了。对，稍微蹲低。对，好的。哇，你看，边走边在垮。怎么样？拿到了。捡到了吗？好，捡到了。OK， 好，现在该我们下去了。它的那个电池。电池掉了吗？哦，电池在这里。OK， 我捡到了，在这里。你看，捡到了。好。慢一点啊！来，你先下，下了以后我再下。对，稍微小心点啊。好，该我们了。我只能这样蹲下身子啊，这样来踩。你看它这个都是松的。慢点。好，它这个阶梯啊都是松的，而且这些瓦不知道随时可能都会掉落下去。好，来，你慢一点，你先走。
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来扶到那个墙，对，稍微慢一点，每一步踩稳，对，扶到那个墙，看一下手上有没有什么可以靠的东西。怎么样？好 ，OK。可以了。这个阶梯啊，好像一共有7、8层，越往上呢，越不是特别的稳固。但下面的感觉还可以，怎么样踩起来？还可以哈，摇摇晃晃啊，屏住呼吸，我们就要成功了。好，这是最后一层。小心点。哇，上面的砖块在掉落，好，要快点。来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哇，能帮我拿一下吗？你看，刚才我们就是从这上面啊，这样过来了。这个门也没有办法了，也确实我轻轻一弄啊，它就开了。好，来，稍微注意点啊。哇，这边有点不好走啊。脚踩到那个木板上面。来，你把无人机给我。咦，没关系。这个是垮的。来，你把无人机给我，我给你拿。好，来，注意安全。手不要太用力了，撑那个柱子的时候，轻一点。好，来，该我们了。稍等一下，再过一次啊。来，我拿一下。好，我们得赶快出去，走，快快走，你先走，你走，快快，慢点。又下去了，感觉。因为在下雨啊。啊，出来了，有惊无险。你看这飞机，哇！刚才我在飞的时候啊，我原本说是从它的那个窗户那个地方慢慢往前面飞一点，看一下里面是什么结构，是什么样子的。结果往里面飞的时候，因为它四周有障碍物遮挡着的，所以它的信号就会受到干扰。然后突然一下，我就看那个屏幕啊就黑了，然后我再一看，砰，飞就掉到里面去了。唉，不过还好，是有惊无险吧？啊，现在都已经，唉，说话都已经语无伦次了。哎呀，好吧，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沙僧，这小事今天呢我们全靠有小四的帮忙。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，哎呀，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呢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见，走。这样就挡住了，走。再看这房子，怎么样？走。
雨后那边已经出阳光了，不过路还是挺滑的哦。今天过后啊，我好像对你刮目相看啊，嘿，好像还是挺有一手的啊。要是没有我，今天飞机就困在那了。飞机啊，现在其实还在下雨，不过雨稍微小一点了，也不能一直待在那个地方啊，要不一会儿真的主人美出来了，那可不好说了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你看这黄角树啊，特别的大。走，还好，并不是很远，因为刚才村人说，那个车开到那边去了以后呢，然后要徒步大概2-3公里左右。他说那个野草啊长得很高了，但是还好，我觉得没有上次我们那个丛林穿梭才是真的。得去找那个宋代的寺庙啊，没找得到。那个寺庙真的是，哎呀，早惨了。这个至少还看得到有路，那个是路都看不到。这个能判断到前方嘛？那个是看不到前面啊。一看这个要古老的墓了，打扰了。周围啊，四面环山。刚才其实哇，你听，那上面又在掉落什么东西啊，声音特别的大。这些竹子垮塌了。竹子啊，像刚才我们在那个里面的时候，哇，那房子啊也同样在垮。周围的风景，大山之间，特别的优美啊，风景。下了雨以后啊，雾气环绕，空气还不错，因为至少不热嘛。刚才上午来的时候，哇，特别的热。你的那个文烟烧完了没有？应该没有吧。你看我们买的那个文烟啊，这是从那个日本带回来的，可以烧一天。它可以烧很长时间。你看，中午、上午就把它点上了，然后可以烧到现在，你看快要7点钟了，还在烧，所以这个质量还不错。哎，但是国内买的那些文烟片的话，我估计也就是20分钟、30分钟，所以不用换嘛。你看周围，哇哦，非常漂亮啊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哎，哇，今天不容易啊，连续出各种状况。稍微慢一点，因为很滑，因为才下了雨以后啊，所以这竹子踩上去，应该是可能有些地方啊就会松塌下去。那竹林会不会在过去也同样有寺庙呢？哎，但今天我们不是找寺庙啊。你看，我们走了这么一点距离啊，完全已经看不到那个碉楼了，早就被这些植物啊吞没了。已经消失在消失在丛林之间啊！看有没有人想要这个碉楼的，想要的话就过来好好的修一下。因为这个地方啊太偏了，
所以像文保局啊，当地的这些政府啊，他是不可能来修缮的，也得花钱。修好以后，然后他又没办法去搞成那种旅游观光景点，所以就只能是让它自生自灭。哎呀，今天有点不容易啊，嘿。那我感觉这里啊，在过去还有大车来过，是准备要开发吗？还是过来采这些竹子呢？不知道。哎，其实上坡啊，还是有一点吃力啊，而且这个路挺滑的，因为它是这种泥巴路，你走一脚稍微不注意啊，就陷进去了。这里回去啊，还有200多公里的路程。这么大个柚子，是柚子吗？哇，大，你看柚子树啊，柚子树，哎，果然啊，这野生的哦。不过这柚子啊，一定非常酸，因为很小，看到了吗？一个一个的，现在已经是野生的了。走。哎，简直是，有点危险啊，真是有点危险。上去的时候那个阶梯啊，直接坍塌了，我开始根本就没有注意得到。哎，不过毕竟100多年了，哎，这里还有，这又是吗？果然又是柚子树，是柚子吗？哦，这里啊，挺大的，看一下。哇，是挺大的。等它放在这吧。走。不算远啊，就到了。哎，走回来也是尽量记录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这种田园风光。感觉怎么样？哇，这路有点滑哟。嘿，车就停在那个地方的。这是这一户人家的院子，后院。这边是他的前院。看一下屋子里面，走一下。好，走了。你看这房子啊，我感觉有点像是一个寺庙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确实有点像一个寺庙，但是我又感觉好像这个房子，它的墙是塌了，还是就这样修建的呀？看这门啊，斜的，还挺奇怪的。这门竟然是斜的，包括这个墙啊，都是斜的。嘿，哇，这里面好像供奉了什么东西啊？有点像是一个寺庙的那种感觉。窗户这里看得到。窗户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怎么样？里面是什么？能看到吗？嘿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这个墙就是这样斜着修的吗？倾斜的，应该是一个挺古老的建筑，要不会这样把它保护起来的。那旁边这一个建筑啊，就没有这么幸免了哟。你看那里，2只鞋挂在那里，挺恐怖的。嘿，真的耶！筒靴，哇，竟然就挂在这个屋檐下，这什么意思？我要晾干吗？嘿，这么高，怎么回收呢？
周围就这样了。雨过天晴，我们也差不多该撤了。好，收工，拜拜。